同一颗高丽菜，有人排队花200元抢一颗，有人一颗10元卖不掉，开耕耘机直接压掉。差的不是品质，是一场赌局。赌局的第一张牌翻在2016年1月24日，那天台北冻到 4.0 度，半世纪最低温，日月潭飘雪，全台22县市同时挂出低温特报，霸王级寒流来了。年轻人连夜冲上山追雪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可是同一个礼拜，有一群人完全笑不出来。菜农蹲在田边，看着整片高丽菜被冻伤，菜叶一掐就烂，鱼温里的虱目鱼翻了肚，果园的水果整批落果。那一波寒害，全台农渔业的损失是用亿在计算的。更要命的是，再过2个礼拜就是农历过年，家家户户要围炉，要办年货，菜市场的需求正要冲顶，供应却被冻掉一大块。菜市场的价目黑板马上变脸，菜价一路往上跳，买菜的人边掏钱边摇头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那一年老天爷像是跟台湾的菜篮子杠上了，夏天接连来了尼伯特、莫兰蒂、梅基3个台风，把中南部的菜区扫了一遍又一遍。到了秋天，全台菜市场出现让人不敢相信的一幕，菜摊老板比出2根手指，一颗高丽菜200元，有的摊位甚至喊到300元。一颗菜比一个排骨便当贵，比1斤猪肉贵，买菜几十年的婆婆妈妈都吓到了。有人在摊子前面拿起又放下，最后改买别的菜。有人咬牙买半颗，回家切丝慢慢配，舍不得一次吃完。菜市场里到处听得到同一句话，菜比肉还贵，是要怎么买？财经媒体天下杂志当时做了专题报道，标题就叫史上最久的高菜价，那波天价整整撑了将近2个月，破了纪录。为什么天价可以撑这么久？关键在高丽菜的生理时钟，它从种下去到采收要70几天，供应一旦被天灾打断，就算马上补种，也要等2个多月才有新菜进场。这个空窗期就是天价的温床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这颗菜，它在台湾菜市场有个霸气的封号，叫菜王，因为它是台湾人吃的最多的菜，量大到它一涨价，整个菜市场跟着涨，它一崩盘，所有菜价跟着它。菜王的行情就是全台菜价的体温计。同一颗菜王，2016年秋天喊一颗200元，到了2025年春天，云林的产地直接公告，你自己带刀来采，一颗10元。从200元到10元，跌掉95%，这不叫云霄飞车。什么才叫云霄飞车？而我们今天要告诉你一件更深的事，这台云霄飞车其实是一张赌桌。种高丽菜是台湾农业最大的一场赌局，这张赌桌上有庄家，有赌客，有规则，还有一群在旁边抽头的人。今天我们就把这张赌桌整个掀开，一次讲清楚。先自问自答。第一题，为什么偏偏是高丽菜？第一，它是需求的铁票仓，火锅、水饺、便当、自助餐，哪一样少得了它？从路边摊到大饭店，天天都要进货，需求稳得像磐石。第二，它耐放耐运，一般叶菜娇贵，放2天就软掉，高丽菜结球扎实，冰得住，载得动，最适合大进大出的生意。第三，它相对好种，不太挑剔，新手老手都能下场，需求大，筹码硬，门槛低，这3个条件放在一起，像不像一张为赌局量身打造的桌子？菜王会变成台湾农业最大的赌注，不是意外，是体质。再来讲赌客，赌客就是菜农。你可能会问，菜价崩盘又不是新闻，3不5时来一次，菜农年年看年年痛，为什么还是有人前仆后继跳下去种？难道他们不会算数吗？答案刚好相反，就是因为太会算才会下去赌。我们把这笔账摊开来，根据农业媒体的产地调查，在云林种1分地的高丽菜，种苗、地租、农药、肥料加一加，成本大约28000元。1分地正常可以收5000公斤，换算下来，固定成本每公斤大约5.6块，采收要请专业班底，工钱大约每公斤5元，2项加起来，1公斤高丽菜要卖到11元上下，农民才勉强打平。记住这个数字，11元，这是赌桌的门槛线，批发价站上11元，开始赚，跌破11元，种愈多，赔愈多。
那赌赢是什么光景？2016年那波史上最久的高菜价，台北批发市场的高丽菜均价一度冲到每公斤将近50元，是平常的3-4倍。有媒体帮熬过天灾的农民算过，一分地5000公斤的菜，扣掉成本，现赚20万元以上。注意哦，是一分地1公顷等于10分地，你自己乘乘看，那是什么等级的数字？高丽菜还有一个让赌客心痒的特点，快，从种下去到采收，平地冬天大约70到75天，等于2个多月就开一次奖，一年可以连赌好几把。而且这张桌子几乎没有入场限制，不用执照，不用考试，有地有苗就能下注。老农赌经验，新农赌运气，连种别的作物的农民看到行情好都会临时改种，跨桌来赌一把。赌本不算大，开奖又快，赔了认栽，赢了翻身，天底下哪里找这种赌桌？这种报酬率，股票要连拉好几根涨停板才追得上。难怪产地有人开玩笑说，种高丽菜不是务农，是务彩券。所以产地流传一句顺口溜，说中菜王这一局，大赢赚乐透，小赢领年终，大输脱裤走路。台语有4个字，菜金菜土，同一块田，同一颗菜，赌对了是金，赌错了是土。这4个字就是这张赌桌最古老的注解。那庄家是谁？第一个做庄的是老天爷。台湾的高丽菜供应有个天生的罩门，夏天平地太热，菜王总不活，只能躲到梨山那一带的高山产区避暑。山坡上种出来的高山高丽，菜脆甜出名，产地人给它取了个美名，叫绿牡丹，量少价高，娇贵得很。有农业记者实地走过梨山的产区，形容那是围崖上的绿牡丹，菜田开在陡坡上，工人踩着斜坡采收，一箱一箱往山下搬。整个夏天，全台的高丽菜就靠这些山坡撑场面。也因为量少、路远、成本高，高山菜天生就贵。记住这件事，等一下讲价差的时候，它会回来。一到秋冬，彰化、云林、嘉义的平地菜区接棒，供应量整个放出来。每年10月到隔年3月是平地菜王的主场，也是全年菜价最亲民的季节。问题来了，台风跟寒流偏偏就爱挑这个换手的节骨眼捣乱，台湾人也被教训出反射动作了。台风警报一发布，量贩店的高丽菜第一个被扫光，有人甚至跑去超商搬冷冻高丽菜。抢菜潮一来，价格常常等不及台风登陆就先起跳了。台风一来，菜田泡水，2个月内的供应直接开天窗。2021年8月连日豪雨，高丽菜一颗涨破100元，部分零售点喊到200元以上。2023年9月台风过后，市场上甚至出现一颗400元的记录。你没听错，一颗高丽菜400元。贵到什么程度？贵到2023年那一波连锁卖场干脆进口越南高丽菜来救火。台湾人第一次在卖场货架上看到菜王的进口替身，菜价一喷，赌桌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。育苗场的电话被打爆，大家抢苗、抢地、抢着种，都想赶上这波天价行情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稳赚的时候，云霄飞车爬到顶了。70几天后，这批抢中的菜同时成熟，市场瞬间被灌爆，价格从天上摔下来，跌破11元的保本线，跌到农民连采收工钱都不想付。2018年12月就是教科书等级的案例，云林的高丽菜采收面积11月还只有110公顷，12月直接跳到380公顷，1个月膨胀3倍多，菜价应声崩盘。最后云林县政府启动耕锄122公顷的高丽菜，每公顷补助3万元，请农民开着夜影机，把自己亲手种的菜活生生打回土里。好好的菜为什么宁愿打掉也不采来卖？因为采收工钱每公斤要5元，菜价却跌到比工钱还低，多采一颗多赔一颗，打进土里当绿肥，反而是最省钱的止血法。你可能觉得耕锄补助很浪费，但换个角度算，122公顷，每公顷3万，总共366万元，换来的是把这一批过剩的量从市场上抽掉，让价格止跌，让其他几千公顷的菜还有人愿意采收。这是政府花钱在赌桌上买止跌，划不划算，见仁见智。
2022年1月又重演一次，超总的菜量涌出来，菜市场一颗30元随便挑，菜农欲哭无泪。更荒谬的是，有时候根本没有天灾，光是天气太顺，大家又种太多，每颗菜都长得又大又漂亮，产量整个爆出来，菜价一样崩给你看。你听听看，风调雨顺居然也能变成菜农的噩梦，老天爷对农民太好，也是一种惩罚。这就是赌局的第一层真相，也是农业媒体下过的那个经典标题：老天坐庄，全民买单。涨的时候消费者买单，崩的时候农民断头，耕黍补助烧的是全民的税金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以为看懂了，天灾推动菜价，农民追高杀低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，这张赌桌上还坐着一排真正的操盘手。长期蹲点农业的独立媒体上下游做过一个系列调查，名字取得很直白，就叫拆解高丽菜赌局。记者跑遍产地和批发市场，访问了一圈盘商，挖出这个江湖的底层规矩。原来高丽菜这一局种在哪，种多少，什么时候种，什么时候收，很多时候不是农民说了算，是2种人在操盘、行口和菜贩。这2种人都是盘商，差别在一个坐着赚，一个跑着赚。行口在各地果菜市场有固定摊位，是坐庄的；菜贩整天满山跑，上山找农民契作，甚至整片菜园直接包下来，行话叫包山。行口的生意能做多大？除了批给菜摊，还供应团膳、超市、饭店，通路愈广，调度愈灵活。行情好时，到处都能出货；行情差时，还能压着慢慢卖。是一个大者恒大的江湖。还有一篇报道的标题只有5个字：行口就是江湖。凌晨的果菜市场，行口老板一边看货一边听产地回报，今天进多少出多少压多少全在脑子里盘算。他们研究天气的认真程度不输气象主播。台风要生成先卡货，寒流要南下先布局。受访的盘商也不讳言，他们赌得比农民还大。押中一次天灾行情，一车菜翻倍赚；押错了，整仓库的菜烂给你看，赔起来比农民更惨。更妙的是，在高山产区，有些农民干脆不赌了，地租给盘商，或是照盘商的指示种菜，领工钱，收成好坏跟自己无关。表面上看是稳定，说穿了是赌桌上换人下注，农民退到旁边，盘商全压。所以这张赌桌的真实座位表是这样的：老天爷是大庄家，行口和菜贩是操盘手兼2庄，农民是最前线的赌客，而育苗场、纸箱行、货运行是稳稳抽头的荷官。牌局里没有稳赢的人，只有输赢大小的差别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资讯最少的人做得离庄家最远，却赔得最快。现在来讲规则，也就是大家最不服气的那个问题。2024年11月，云林有议员开炮，产地的高丽菜一颗才22元，台北的市场凭什么卖到200元？中间差了178元，将近10倍。这些钱到底跑去哪了？我们顺着一颗高丽菜的旅行路线，一站一站算给你听。第一站，田里，农民把菜卖给行口或菜贩，这叫产地价，平常时节1公斤大概10几20元。第二站，路上，菜要装纸箱，叠上货车，从云林、彰化一路开上国道。高山菜更贵，从梨山下山，山路9弯18拐，运费比平地菜高一大截。纸箱钱、油钱、司机工钱一路叠上去。第三站，拍卖台，菜进了台北果菜批发市场，凌晨开拍，承销人围着喊价竞标，市场再抽一笔交易手续费。这里拍出来的数字就是新闻每天播报的批发价。第四站，分装，批发商标下的菜再分给中盘、小贩。高丽菜外层的叶子在搬运中会受损，得一层层剥掉，剥掉的是重量，也是钱。行话说，菜是愈搬愈轻的。第五站，菜摊，摊商进货，付摊租，请人手，再加上自己的利润，才变成你在市场听到的零售价。这一路上，每一站都有人靠这颗菜吃饭，司机、理货员、拍卖员、摊商，全是桌边抽头的荷官。你抱怨菜贵的那178元，
其实是被切成一小片一小片，分进了10几个口袋。农粮署解释过，正常情况下，零售价大约是产地价的2倍上下，这是一站一站的成本叠出来的，不能全怪谁黑心。那22元变200元，将近10倍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农粮署当时的回应是，拿来炒的根本不是同一颗菜，市场喊200元的多半是量少价高的高山绿牡丹或特殊品种，产地22元的是平地的大宗菜，拿较贵的比便宜的本身就不公平。这个解释有它的道理，但话说回来，资讯愈不透明，价差就愈有操作空间。涨的时候，零售端跟着批发价喊涨，跌的时候，零售价却常常慢好几拍才降。2024年12月，台中果菜市场的高丽菜一颗喊到200元，菠菜一斤破100，有自助餐业者对着记者苦笑，这是近10年最扯的菜价。这就是赌场的规则，每一站看起来都合理，叠起来却让产地和餐桌像2个世界。赌桌太热，总得有人来管赌场的警察，农粮署登场了。农粮署这些年建了一套制度，我们帮它取个绰号，叫菜价红绿灯，正式名称是大宗蔬菜公苗预警。原理其实很聪明，菜苗不会说谎，想抢种的人都得先跟育苗场买苗，所以只要盯住全台专业育苗场的出苗量，再配合卫星影像判读田区，派员下乡查访，就能提前1-2个月算出市场会不会爆量。灯号分4色，绿灯、黄灯种植量在合理范围，红灯已经种到需求上限，紫灯严重超种，前方断崖，请立刻踩刹车。以菜王为例，每10天的出苗量540万到600万株，亮红灯，冲破600万株，直接紫灯。农粮署每10天公布一次，全部公开上网，谁都查得到。这套系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抓的是源头，菜还没种下去，灯就先亮了。理论上，农民只要看灯决定种不种，供需就能软着陆，皆大欢喜。制度听起来无懈可击，对不对？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红绿灯挂出来了，赌客却不一定踩刹车。有些人看到红灯，心里想的不是危险，而是别人看到红灯会怕，会缩手，那我偏偏照种，到时候采收的人少，价格搞不好更漂亮。你发现了吗？红绿灯挂在赌场门口，反而变成赌客互相猜心的工具，这是人性。制度管得了种植量，管不了赌性。农政单位后来又加码，2019年推出登记制度，种之前来登记，万一崩盘，每公斤保底6元收购，真的爆量要根除，每公顷补助10万元，等于官方帮赌客附赠一张保单。结果呢？媒体追踪发现，农民登记意愿低落。为什么？登记要留资料，要被列管，而真正的赌徒从来不喜欢在赌桌上留下名字。除了灯号和保单，农粮署手上还有一套旧式工具箱，价格跌破监控线就启动促销，全台超过1500个销售据点开优惠专区，用便宜价把菜快速倒进消费端，再不行就送加工厂做泡菜、做菜干，或是想办法外销。目标只有一个，在崩盘变成灾难之前，把多出来的量消化掉。时间来到2024年，这套红绿灯迎来一场世纪大考。那年7月底，强台凯米重创中南部，菜价再度暴冲。到了9月，嘉义的市场上，高山高丽菜一颗喊到200多元，买菜的人骂声连连。台风都走1个多月了，菜价是在贵什么？高菜价像糖一样，把蚂蚁全部引了出来。10月上旬，高丽菜种植量亮起，入秋第一颗红灯，农粮署跳出来喊话，拜托不要再抢种了，没人理。11月中下旬，灯号直接直报，农业部长陈俊记把话讲死，警讯发了，你们还种，将来崩盘，根除补助绝对不会启动。翻成白话，这一把愿赌服输，政府不再替你们付赌债，剧本接下来怎么走，其实大家都会背了。春节前需求撑着，过完年爆量跳水。2025年1月中，传统市场的高丽菜半颗40元有找，风向已经变了。2月年假一过完，批发价一路溜滑梯，3月初摔到每公斤12元上下，整整跌破保本线。
云林林内乡的农民干脆在网络上公告，我们不采了，各位自己来，工具自备，一颗10元，开场那颗200元的菜王，这一刻10元随你挑，云霄飞车正式触底。照往年的剧本，接下来就是耕除、抗议、互相指责的老三样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悲剧又要重演的时候，这一局杀出一个谁都没算到的程咬金——日本的雪。那一年冬天，日本气候异常，加上几场罕见的大雪，高丽菜产量锐减30%，东京超市的高丽菜贵到登上新闻，日本主妇直呼买不下手。台湾这边菜多到准备打进土里，日本那边菜少到快吃不起。农粮署抓住这个缺口，辅导7家产地农民团体，把1548公吨的台湾高丽菜外销日本，硬是把国内爆量的压力卸掉一截。这张赌桌就是这么魔幻，台湾赌输的一把，靠日本的一场大雪解了套。所以说庄家真的是老天爷，而且他同时开着好几桌，这桌输的说不定隔壁桌帮你赢回来。你可能会想，讲了半天，我们这些买菜的除了被动买单还能做什么？其实有3招。第一招，跟着产季走，每年冬天到隔年3月是平地菜王最便宜、品质又好的时候，这时候放心买，大量买，凉拌、清炒、煮汤，怎么做都划算。像2025年那个冬天，农粮署就说，因为天冷病虫害少，那批高丽菜品质特别好。换句话说，一颗10元的菜反而常常是品质最好的菜。第二招，崩盘的时候当储备队，菜价跌到一颗10元的时候，多买几颗不只是捡便宜，做成台式泡菜，晒成高丽菜干，放得久也等于帮农民多消化一点库存。台式泡菜的做法也不难，菜剥大片，抓盐出水，加红萝卜、辣椒、糖跟醋，冰箱放个2-3天就能上桌，配粥配面都对味。第三招，学会看菜价红绿灯。农粮署的预警资讯全部公开，在网络上紫灯亮起就知道2个月后有便宜菜可以等，天灾刚过就知道接下来1-2个月菜价会硬，先改吃别的菜替代。赌桌上的资讯从来不是只有赌客能用，我们看得懂牌局，至少不会当最后一个知道的人。讲到这里，整张赌桌我们摊开了，赌客是农民，压2个多月的时间和1分地28000的成本，赌一次翻身或断头。坐庄的有2成，明面上是老天爷，台风寒流说来就来，台面下是行口和菜贩，弃座、包山、调度、压住，玩得比谁都大。规则是那条从产地到餐桌的长路，5个站，每站抽一手，叠出2倍起跳的价差，行情乱的时候甚至叠出10倍的错觉。警察是农粮署，红绿灯挂了，保单推了，狠话放了，但赌性这种东西，灯号照得到田区，照不进人心。至于赌桌本身，就是全台的果菜批发市场，凌晨灯火通明，一锤一锤敲出全台湾的菜价。最后还有一排人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买菜吃菜的平凡人。菜价涨，我们掏钱；菜价崩，耕除补助烧的是我们的税金。难怪那句话会这么有名，老天坐庄，全民买单。有人主张干脆全面计划生产，登记管制，谁超种就罚谁。可是土地是农民的，要种什么是人家的自由，政府能劝不能挡。也有人主张市场归市场，就让价格去教训赌徒。可是菜价崩盘的背后，是一户一户真实的家庭，是人家一整季弯腰流汗的心血。这道题台湾整整吵了几十年，吵到今天没有标准答案。世界上大概也没有又便宜又稳定的菜价，就像没有稳赢的赌局。只是下一次你在菜市场看到高丽菜1颗200元，先别急着骂；看到1颗10元，也先别急着抢。你可以想起今天这一局，那颗菜的背后，有人刚中了乐透，有人正脱裤走路，有人在凌晨的拍卖台前压下重注，还有一盏紫灯在农粮署的网站上安安静静的亮着。没有几个人抬头看它。一颗高丽菜10年之间从200元做到10元，云霄飞车来回好几趟。我们总笑农民赌性坚强，可是回头想想，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，被逼着拿身家去猜老天爷的心情，这场赌局当初到底是谁先开的桌？